婚礼现场交换戒指环节时，我哥纪伯达特意给我发了一条信息，上面写着：弟弟，猜猜看，你最爱的女人最终会选择陪在谁的身边？接着，女友便接到了他的电话，不知道我哥在电话那边说了什么。柳如烟一向清冷的脸色瞬间变了，不顾我和在场所有宾客，穿着婚纱便要离开。你要去干什么？我飞快拉住了他。柳如烟转身，眼神中透着躲闪。博达出事了，我要马上去医院。柳如烟，你今天非去不可吗？我忍着心中闪过的钝痛，一字一句问他。他眼神闪过一丝愧疚后，直直看向我。阿生，博达是你哥哥，当年他是因为你才变成这个样子的。你别闹了，等博达好了，我们重新办婚礼。柳如烟甩开了我的手，就带着两边的长辈离开了婚礼，留下一众宾客面面相觑。我闭了闭眼，稳住了摇摇欲坠的自己。我颤抖着手拿起话筒，向宾客露出一抹我自以为得体的笑容。抱歉大家，婚礼取消了，份子钱和礼物稍后会按照名单归还。说完后，我便逃出了婚宴的大厅。我在卫生间重新换回了衣服。兄弟于飞看着我，眼圈红红的。当年他见证了我和柳如烟相处的各种甜蜜点滴，现在他也全程见证了我的狼狈。阿生，他只叫了我的名字，便再也说不下去了。我看得见他眼底有泪，我朝他笑笑，心脏有些疼，但胃部的疼痛比心脏疼还难受。我快死了，胃癌晚期，早在几个月前就觉得胃疼到难以复加。我一直以为是东西吃错了，医生当初那张担心又隐忍的表情，早就提醒我该回头了。可我突然觉得有一丝解脱的感觉。胃癌的事，柳如烟不知道。我抱着对柳如烟最后一丝的期望，希望她能在这个时候留下来。只要她留下来，过去的一切我都可以当做没发生过。可她还是为了纪伯达走了。阿生，我们去找柳如烟说清楚吧。今天明明是你和他结婚的日子，你哥哥这时候添什么乱？他分明就是不想让你好过。当初那件事明明就是……算了，于飞，我语气中透着一丝颤抖，连我自己都没有发觉。这样一场闹剧之后，我没有回家，而是住在了于飞的家。我不敢告诉自己的兄弟我生病了，但胃痛越来越强烈，我不知道我会瞒多久。第3天，于飞没拦住找过来的我妈，直接冲进房间就把正在睡觉的我扯了起来。妈，剧烈的拉扯动作让我本来就疼的胃更加难受。你哥哥在医院那么难受，你却要在他难受的时候结婚，还整日不回家。我们季家的家教是这样的吗？我脑子有些眩晕，疲惫看着眼前这个亲生又陌生的人，看着他的嘴巴一张一合。通过他劈头盖脸一阵责骂中，我这才知道纪伯达觉得自己拖累了我的幸福，吞了药，给柳如烟发了短信祝福我们。一直到刚才，纪伯达才在医院醒过来。柳如烟不是过去了吗？您还要我做什么？难道要过去和哥哥道歉，说我结婚影响到了他恢复吗？我笑了一下，妈，是不是非要让我死才能弥补我对哥哥犯下的错？你心肠怎么这么歹毒？要不是你爱慕虚荣，博达又怎么会少一颗肾？我当初就不该生你。妈妈嘴中各种恶毒的词汇从我的耳朵进去又出来，我耳鸣越来越严重了，头晕眼花。于飞看出了我不舒服，急忙把我妈拉走，关上了门。我妈说，我那颗肾是欠哥哥的。纪伯达是爸妈最相爱的时候生下来的，在爸妈的万千宠爱下，纪伯达被惯坏了。那时候家里还没开始做生意，爸妈给他的零花钱根本不够他花销。17岁的时候，他看上了最新款的名表，巨额数目让他萌生了换钱的想法。当时我才12岁，什么都不懂。弟弟，我给你买最新款的手机玩，好不好？那时我不知道纪伯达到底在想什么，只是觉得一向不喜欢自己的哥哥要给我买手机，当然兴高采烈说了声好，而那声好成了我这一辈子的噩梦。纪伯达本想去大医院，但听说大医院不允许这样做。用钱心切的他转头就在厕所隔板上找了个电话号码，可去了之后才发现那就是个黑诊所，被那黑心诊所的医生取走了一颗肾。如果当时不是正好有熟人经过大医院，看见纪伯达犹犹豫豫，察觉不对跟上去，纪伯达可能连命都没了。可后来在医院，纪伯达轻飘飘一句，爸妈，弟弟本来想要那款最新款的手机，可我没钱，想到你们做生意挣钱辛苦，就擅作主张这样做，你们千万别怪弟弟。纪伯达在病床上哭得格外愧疚和伤心，却让我挨了一生中最疼的毒打，无从辩解，无处申冤。从那以后，家中生意越发红火，但凡纪伯达想要的东西，爸妈总是第一时间给他，更是时刻警告我随时让着他。只要纪伯达一句身体不舒服，家人便如临大敌，而我也让出了一切，更是因为他让出了自己喜欢了7年的女人。我从于飞家告别后，去了趟医院，回到别墅后已经晚上了。进门后发现柳如烟早就在家了，见我回来，迫不及待跑来一通责备，你怎么回来这么晚？你知道你哥哥和爸妈多担心你吗？我抬头定定看了他一眼，绕开他去拿杯子吃药。我一点点把药倒出来，一颗颗吃着，看我没什么反应。柳如烟愣了一下，轻轻抱住我的腰，阿生，我知道今天把你丢在婚礼现场是我不好，但那是你哥哥，而且你哥哥当年为了你的事情少了个肾，对他的伤害还很大，这是你欠他的，知道吗？柳如烟语气虽然温和，但透着不容置疑，像笃定我不会拒绝一般。柳如烟，我把他放在我肩上的手拿了下来，这样的动作让他一愣。分手吧。他眼里闪过了一丝不可置信和迷茫，紧接着他笑了笑，阿生，我说过了，现在别和你哥哥争，大不了下周我不敬你一个婚礼不就行了？我说我们分手。我打断了他的话，柳如烟，你若是不爱我，大可以痛快解释清楚，也好过我在你身上浪费那么长时间。我的确斗不过纪伯达，可你凭借他一面之词就否定了我的所有。柳如烟，你配不上我这么多年对你的爱。我悲哀的笑了笑，我眼前一片模糊，胃在这时又开始剧烈疼痛。你又在闹什么呀？柳如烟皱眉企图打断我，我轻轻扬了扬手，柳如烟，我不要你了，纪伯达不是喜欢你吗？我给他就是了，我今晚搬出去，从此以后你还有几家，再与我无关。柳如烟愣了很久，才知道原来我不是在开玩笑。几声，能不能别再胡闹了？我都说了对不起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是在帮你还债，你懂吗？如果你哥哥在这时候出了什么意外，你以后能好过吗？帮我还债，你们2个人共用一根吸管，2个人住在一起，
也是帮我还债吗？我厉声问他，突然觉得眼前这个我爱了那么多年的女孩好陌生，我什么时候和她共用一个吸管住在一起了？几声，不要无理取闹行吗？你哥哥才吞了药，他经不起再次打击了。如果你在之前听叔叔阿姨的，听我的，把肾捐给你哥哥，哪里还有后面这些事情？柳如烟正说着时，手机响了，电话里传来了我妈焦急的声音：如烟啊，国达在念着你的名字。柳如烟看都没看我一眼，挂掉电话后夺门而出。听着别墅大门关上的声音，我缓缓蹲下身，极力忍住涌上喉咙口的心甜。看着手机里纪伯达很早发来的照片，那是一张用两人相拥的图片和奶茶图片拼在一起的照片，上面还有配文：你退出吧，几声。上面的口红印刺眼到极致，看一个不被爱的人，哪怕在他快离开之时，别人都只认为他在胡闹。我从16岁时就开始暗恋柳如烟了，那时候她只是个单纯善良的女孩，会给我买男生都喜欢的东西，用一双亮晶晶的眼看着我。但听说了纪伯达的事后，她就变了。柳家幸福，柳如烟也心善。从那之后起，她事事以纪伯达为先，哪怕纪伯达故意找我茬，她也会蹙着眉头，手里捻着一串佛珠，像我父母那样苦口婆心，让我让着自己的哥哥。纪伯达身体不好，但他可以让柳如烟陪他去乐园，更是将去玩的照片发在网上。时间一长，他和柳如烟成了粉丝眼中最羡慕的一对。可从头到尾，我做错什么了呢？离开柳家的当天晚上，我看了看纪伯达的朋友圈，发现他将柳如烟和他十指相扣的照片发了出来，还加了文案：我有在好好康复，因为我知道我喜欢的女孩一直在等我。底下很多人评论祝福，也有人表示两人登对。而我爱的爸爸妈妈，他们在评论区中回复：希望我的好儿子快快康复，康复以后带你去吃你最爱的奥龙，去带你看最喜欢的大海。还有我爱了7年的女人，她也在评论区中回复着：早日康复，我会一直等你的。他们甚至知道柳如烟是我的对象。我笑了笑，注销了账号，卸载了软件，删掉了几家柳家所有人的联系方式。我未来的事情还是没瞒住于飞，他硬是逼问我，才得知了答案。捶着墙，肩膀颤动了好久，才擦干了眼泪，转头看向我：为什么所有不公平的事情都在你身上？可你明明是无辜的呀。其实我知道纪伯达这么讨厌我的原因，大概是我从小听话乖巧，并且从没让父母操心过，更没提过什么要求。可纪伯达当时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：你那副听话的样子真让我恶心。可那又怎么样？一想到你爱的人在我身边，你是不是觉得恨极了？我就是要让大家讨厌你，我才是季家最重要的存在。事实证明，我争不过纪伯达，我也没办法得到父母的爱。可我也在好奇，我好奇我死之后他们会有什么感受。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于飞不死心，带着我到处治疗，每天吐的血越来越多，耳边越来越重的嗡鸣声。医生摇摇头提醒于飞，就这2天了，我让于飞带我去看海，这是我最后的遗愿了。小时候他们一家人去海边旅游，他们只带走了纪伯达，却对我说：阿生，哥哥身体弱，他想去看看海，下次我们一定带你去，好不好？之前和柳如烟在一起时，我也曾提出过让柳如烟陪我去看海，柳如烟却带着几分责备看着我，说你哥哥都那么不舒服了，你却想去看海。阿生，别让你的家人操心好吗？他们用着最是轻佻的言语，一遍遍打击着我向往自由的心，因为他们知道我最是坚强，什么事情都可以消化掉的。电话在这时候响起，我躺在床上实在是没有力气，只能让于飞给我接。阿生，你现在在哪里？电话那头传来了柳如烟焦急的声音：你要干什么？于飞冷声问道。阿生，我知道你在旁边，别再置气了，回来吧。医生说你哥哥的身体因为少了颗肾越发虚弱了。阿生，电话被抢过，妈妈的声音在电话那边响起：几声，你今天就算是死了，也得过来给我捐肾，他是你哥哥，这是你欠他的，你们疯了吗？捐了肾，阿生也就少了一颗肾，阿生的身体就不是身体吗？于飞带着哽咽声愤怒咒骂着。于飞，电话给我吧，胃疼得我快疯了。但我这时候除了忍着别无其他选择。柳如烟听到我的声音之后欣喜了片刻：阿生，你生病了？声音听起来有气无力的。柳如烟，是不是就算我死了，你们也要让我捐肾给纪伯达？阿生，就当我求你了，听话，把肾捐给你哥哥吧。做梦！我挂掉了电话，光是这几句话就耗费了我全部的力气。快了，时间快到了，我终于如愿去看了海，海很蓝，沙滩上的人晒着太阳，欢声笑语。于飞的手机铃声一直响，他一直挂，脸上还有着愤怒的神色。怎么了？我问他。于飞张了张嘴，沉默半天。你爸打的电话。我无言，拿过了手机。几声，你哥哥在医院里面生死难料，你却在外面玩得开心，你有没有半点羞耻心和孝心？你哥哥需要肾源，你是他亲弟弟，给我滚过来捐肾。我看着面前的海，看着天上飞着的自由自在的海鸥，沉默了好久，突然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放下了一样。好，我捐。阿生，你他妈疯了吗？于飞红着眼骂我，你早点像这样懂事不就好了？爸爸听见我同意捐肾之后，声音也缓和了一些。那你赶紧来医院吧，等你给哥哥捐了肾之后，你以后可以陪哥哥一起看海，你们也可以回到以前要好的时候，这样难道不好吗？我没有任何回应，挂掉了电话，喉咙一股腥甜冲上来，血吐了我一身，眼前陷入一片黑暗。第2天，于飞将我转入了纪伯达那个医院，在检查期间，医生一再问我是否要捐，因为我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不可挽回的地步，如果同意捐肾，我将没有任何活路。我同意了，没有一丝犹豫。整个过程只有于飞陪着我。进手术室前，于飞嚎啕大哭，我笑了笑安慰他：行了，于飞，别像个娘们似的，那个东西还在你那儿吗？于飞哭红了的眼看着我，良久才轻轻点头：是时候了，是时候送给他们这个礼物了。我带着这样的想法，眼前再次陷入了黑暗。我再次睁开眼时，发现眼前一片刺眼的白。我在医院的病房中，医生朝于飞摇摇头，表情很沮丧。我明白我已经进入了弥留期。于飞眼睛通红，一边痛哭看着我。阿生，于飞想暖一下我的手，可我浑身都是管子，他都不知道从何下手。
我想谢谢于飞，可我再也没有力气了。这样的话，我是不是就可以解脱了？像海上的海鸥一样，好困啊！这下可以睡个好觉了。2023年12月9日，几生抢救无效去世，年仅24岁。纪伯达手术很成功，医生从手术室出来，和大家报平安之后，柳如烟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太好了，这下伯达再也不用受折磨了，他终于可以健健康康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。纪家父母相拥而泣，柳如烟长长叹了口气。肾源匹配很成功，医生说手术中纪伯达没有任何排异反应，恢复健康只是时间问题。柳如烟笑了笑，看来阿生心里是爱着哥哥的，不然也不会同意捐肾。捐肾之后身体肯定很虚弱，他还得去看看阿生才行。他也没忘记自己是要嫁给阿生的。柳如烟和纪家父母去了前台询问了一下纪生所在的病房，护士却一脸奇怪，你们竟然不知道这位患者胃癌晚期，癌细胞已经扩散了，还来捐肾，自己的命都不要了。柳如烟心猛地沉了下去，不可能，前几天他还好好的，怎么可能得胃癌？不清楚 ，ICU 在那边，去吧。护士早就见惯了生死，哪怕柳如烟和纪家人在惊讶，她都面无表情地说着事实。柳如烟呆愣了一瞬，连忙跑向纪生所在的抢救室，只见于飞在里面呆呆站着，外面是一大堆穿着全黑素净的人站在周围。于飞，柳如烟跑过去，于飞转头看见是柳如烟，红肿的眼中瞬间爆发出恨意。你们来干什么？前台护士说阿生得了胃癌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吉姆有些担心地问道。于飞在走廊中疯狂地笑着，好半天才停下来。是啊，胃癌晚期，捐了肾后大出血去世，你们开心了？柳如烟脑海中闪过一丝嗡鸣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吉福果断出声，他肯定在无理取闹。我给他打电话时，他语气好得很。于飞面无表情看着他们，心中生出一股悲凉。柳如烟回过神来，他不顾一切推开于飞，看见了病房里面那个已经用白布盖上的人。他颤抖的手慢慢掀开那层白布，白布下几生苍白凹陷的脸显现在大家面前。柳如烟脚一软跪了下去，手上的佛珠摔得粉碎。纪家父母不敢置信看着眼前这一切，怎么会这样？阿生什么时候得胃癌的？吉姆迷茫地看着床上躺着的人，更是叹了一下几声的呼吸。可床上的人早就冷透了。继父嘴唇颤抖着看着床上的遗体，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还好好的。他无法说出当时他让几生捐肾时候说出的话，更无法想象几生同意捐肾时脸上的表情。他只知道现在的几生，他的儿子死了。柳如烟摇摇头，不会的，不可能的。如果是胃癌的话，我怎么可能没察觉到？那天和几生吵架的时候，他脸色就已经很不好了，好像在刻意忍受着什么。原来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胃癌晚期了呀。可那个时候他在干什么？他在责怪阿生没有捐肾给纪伯达。柳如烟眼前一片模糊，他想爬起来看清几生的脸，可腿软得像是灌了水一般，怎么站都站不起来。他擦了擦眼睛，眼前还是一片模糊，越擦越湿。你们现在做成这个样子，给谁看呢？于飞轻声道。柳如烟转头，眼圈通红看着于飞，于飞面无表情，将手上的东西给了他们一家人。阿生弥留之际告诉我，这是送给你们的礼物，并嘱托我告诉你们，以后别来看他，脏了他的墓。于飞恨声道。柳如烟接过他手上的东西，这是一部老式摄像机。柳如烟打开摄像机，发现里面有一个很多年前的视频。他打开了视频，视频中的内容让在场所有人惊呆在原地。伯达，你确定要买那个最新款手表去参加柳如烟的生日晚宴？摄像机对面的男生梳理着自己的发型，赫然就是学生时代的纪伯达。废话，反正我爸妈有钱，他们不会不给我买的。可你知道这表要多少钱吗？4万8。录像的那个男生惊讶地叫道。视频里面的纪伯达听完翻了个白眼，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卖个肾就可以，很划算好不好？而且如果东窗事发，就推在我那白痴弟弟头上呗。告诉你们，这个手表可是我以后娶柳如烟的敲门砖，他家父的刘友看女婿的眼光高招呢，以后我要是娶了她，往后可少不了你们的好处哟。那就借咱们伯达少爷的吉言了。柳如烟看完这个视频后，脸上一片惨白。是了，他想起来了，他的确邀请了几生去参加他的生日晚宴，他要告诉几生，他爸妈已经同意了，让他俩成年后订婚的好消息。可那天晚上只有纪伯达来了，手上戴着昂贵的手表，脸色也有些苍白。当时纪伯达说什么来着？如烟，弟弟前段时间有些任性，所以爸妈没有把他放出来，而他当时也没有怀疑什么。后面爸妈说几生为了一款手机，竟然让纪伯达去卖肾，他才知道几生犯错了。可事实却不是这样的，事实是纪伯达爱慕虚荣，为了那款能攀附上柳家的名牌手表，让自己的亲生弟弟陷入深渊。可他居然还求阿生去捐肾。吉姆反复看着这个视频，越看越绝望。这是阿生从纪伯达同学那拿到的，他知道阿生的事情，心怀愧疚，把这个相机给了阿生。阿生一直保留到现在。于飞没有温度的声音，毫不留情地说着真相。继母手摸着几生的脸蛋，早就泪流满面。我那次去你家，看到阿生那个样子，我以为他刚睡醒，原来是胃癌晚期啊！这傻孩子怎么不告诉我呢？也对，自己那时候哪里在乎过阿生，他一心都扑在纪伯达上面了呀！怎么会呢？怎么会呢？吉姆缓缓念叨着，双眼失神，目无焦距。他想让阿生睁开眼睛，想让阿生醒来解释一下，哪怕是说妈妈就是这样的，我被冤枉了也好，哪怕只说一个字也好，为什么不和我们说呢？吉甫呆呆看着，此刻的吉甫已经没有了当时的那股气势雄劲的状态，此刻的他佝偻着背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压弯了脊梁一般。为什么？于飞报复性的笑了。他自从被污蔑后，你们的眼光有半点放在他身上吗？确诊胃癌晚期的那天，你们在婚礼现场让他难堪，让他一个人面对着那么多宾客，他胃疼的打滚的时候，你们打着电话指责着阿生说他心肠恶毒，他癌细胞扩散的时候，你们打电话让他滚到医院来捐肾。从头到尾，你们问过他愿不愿意吗？于飞越说越激动，越说越大声，说到最后甚至怒吼出声。走廊响彻着痛心的质问声，病房一片死寂，直到殡葬人员来敲响了门。阿生的葬礼后续就由我们于家来料理，你们不配来参加，更不配在他面前站着。于飞挥了挥手，
外面的黑衣服男人将季家父母和柳如烟搀扶着送出门。不可以！吉姆突然疯狂挣扎。阿生是我的儿子，是我最疼爱的儿子，为什么不让我们来料理？把我的儿子还给我！还给我！他尖叫着，可于飞头都没回，带着几生的遗体和其他的人一起离开了医院。而吉姆因为打击过大，昏迷了过去。纪伯达醒来之后，发现柳如烟和爸爸正守在病房中。爸，如烟，他惊喜地看着他俩。柳如烟呆坐在病房中，看见纪伯达醒了，眼神转动了一下。醒了？柳如烟轻轻道。伯达点头，笑了一下。我现在挺好的，医生说我恢复健康，只是时间问题，很快我就可以和你们一起去看海了。纪伯达突然又刻意停了一下，装作有些愧疚的样子。弟弟是不是还因为我不肯出来见我呀？我知道我不该这样任性，可我……他眼圈一红。可这时吉甫闭了闭眼。行了，别装了。继父一句话让纪伯达愣住了，这冷淡的语气让他十分不适应。爸，怎么了？柳如烟死死看着纪伯达。那年我的生日宴，你说阿生因为任性被关在了家里，其实是挨了很重的打，浑身伤根本出不来吧？纪伯达心中咯噔一声，张了张嘴强颜欢笑。是啊，因为他惹爸妈生气了。事实上是你为了买名牌手表想去卖肾不成，反被割了一个肾，你为了掩饰这件事嫁祸给你弟弟，是吧？柳如烟说话声音平缓，却让纪伯达感觉到了尸骨寒意。怎么可能？如烟，我不是说过吗？是弟弟想要那个手机，我没办法我才……继父把摄像机扔在了病床上，眼中有浓浓的血丝。还记得这个吗？纪伯达僵硬着低下头，他打开视频没看一会儿，就让他脸色煞白。纪伯达，你知道你弟弟现在在哪吗？柳如烟看着纪伯达的眼睛，低声问道。纪伯达仓皇看着柳如烟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阿生因为你的污蔑捐了肾，抢救无效去世，现在正举办着葬礼。柳如烟眼睛死死看着纪伯达，纪伯达浑身冰凉，不敢置信。因为你，我疏忽了阿生那么多年，因为你，我的阿生再也回不来了。柳如烟极度愤怒。无助，不仅仅是因为纪伯达，更是因为自己一时眼瞎心盲，才造成了现在这个局面。满心满眼的绝望、后悔，柳如烟恨不得杀了自己。啪！柳如烟狠狠抽了自己一个耳光，一个接一个不停打着。可打再多，阿生都不可能再回来了。不是这样的，如烟，你听我解释。纪伯达仓皇想解释，却发现无从解释。伯达，你知道吗？吉甫绝望地看向这个自己从小宠到大的孩子，直到前2天，我都觉得是阿生的错，才让你变成这样的。以前因为纪伯达少了一个肾，他一直觉得是阿生的原因，才处处都想着他，还让阿生让着他。可阿生小时候懂事多了呀，不闹腾，不提要求，有什么吃什么，有什么穿什么，甚至有时候吃的东西都是纪伯达剩下的。我教育你从小要勤俭节约，不要贪图一时富贵。你当时才多大，就为了攀附柳家筹谋那么多，为了一个手表不惜害你的亲生弟弟，还害得他被迫捐了一个肾给你。吉甫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，此刻他的嘴脸竟然这样陌生。可我有苦衷啊，我为了在学校给你们长脸，和那些有钱的大少爷打交道，就是为了帮你们的生意啊。纪伯达无助的辩解，却没有任何作用。家里生意需要你操心吗？你那时候到底像什么样子啊？现在阿生去世了，都是你害死的，你还我阿生，还我的儿子。吉姆从病房进来，撕心裂肺想要去掐纪伯达脖子，却被纪伯达躲开，反被推了个趔趄。谁让你们当时眼中全是己生的？凭什么他一出生样样都是优秀的，我的什么东西他都要抢走？夸奖被抢走，宠爱被抢走，他活该。纪伯达掩饰不下去了，索性疯狂发泄，啪，一个巴掌狠狠扇在几乎疯狂的纪伯达脸上。他不敢置信看着柳如烟，你害死了你的亲弟弟，有什么感想吗？纪伯达，柳如烟面无表情地看着他道，怎么，你还想让我坐牢吗？他是自愿捐的，死了那是他命短，可我爱你啊，如烟，是我先喜欢你的，为什么就不肯多看我一眼？为什么？柳如烟站起来，眼含冰霜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会派人每天看着你，每天给你做检查，你要好好活着，你的肾是我丈夫给你的，你要好好养着。说罢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纪伯达想下床去抱柳如烟，被他狠狠摔在了地上。柳如烟，你他妈是想把我当养肾的容器吗？柳如烟，你回来！他无助地嚎哭着，像极了几生当年无助的样子。可两人的无助压根就不是一个概念。柳如烟和季家父母去了灵堂，果然如同于飞说的，他们压根进不去。于飞，让我们进去看看吧。继母央求着于飞，他是我的儿子，是我怀胎10月生的孩子，我怎么可能不爱他？我怎么可能？继母从哽咽到呜咽，再到嚎啕大哭。阿生听话，从小就安静，懂事以来就没提过什么过分的要求。可自己当初怎么就相信了纪伯达的话了呢？阿生怎么可能会为了一部手机让纪伯达去卖肾呢？可眼下又有什么用？他的孩子没有了，甚至在死前陪在自己身边的人不是自己的亲人，他该有多难受啊！于飞红着眼看着哭成泪人的吉姆，没有再阻拦，让手下的人放他们进去了。灵堂内，几声黑白的照片在中间十分刺眼。吉甫看着那张照片，想伸手上去抚摸一下，却始终下不去手。自己儿子快死的时候，自己却在打电话逼自己的儿子捐肾。看着黑白的照片，吉姆哭得撕心裂肺。可自己这个最懂事的儿子，永远都回不来了。于飞看着在灵堂哭着的季家父母，依旧是面无表情，只是在看向阿生遗照的时候，眼圈红了一瞬。柳如烟什么也没说，她只是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照片上的几生，眼光从来没有离开过，直到人都散得差不多了，她才无声息的离开。谁都不知道她到底去了哪儿。2年后，外城一处墓园中，于飞穿着黑衣来到最里面。几生的墓就在这里。阿生，我来了。于飞在他墓碑旁坐下，拿出了烧烤和啤酒，这是几生曾经最爱吃的。阿生，你知道吗？几家破产了。几生去世后，柳如烟明接管了自家企业，正是站在几家对立面，
不到半年时间，几家正式宣告破产。柳如烟收购了几家企业，并将其发展子集团，创建了基金会，拯救那些被器官捐赠害得残废的人们和孩子们。2月前，吉姆突发心梗，抢救无效死亡。纪伯达被柳如烟保护，得好好的，因为柳如烟说过，他需要纪伯达这个容器来好好保护阿生的肾。纪伯达疯了，拿刀子拼命捅自己，被精神病院护士拦住了。于飞笑着摇摇头，拿着酒和地上的啤酒碰了一下杯。柳如烟前天找到我说他会好好活着，因为他不配死了和你见面，活着饱受煎熬才是对你最好的赎罪方式。于飞摸了摸墓碑，可是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你死了，他们才知道如何去爱你呢？于飞在墓园坐了好久，直到艳阳变夕阳，他才将橙汁倒在墓碑旁的地上，将抱了好久的花放在了几声照片的旁边，离开了。又2年后，柳如烟去世了，长期伏案工作，积劳成疾，最终演变成胃癌。在弥留之际，宣布将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计生集团全权交给于飞。他去世之后，脸上带着微笑，手里拿着一张合照，合照上是他和几生学生时期的样子。女孩羞涩地站在男生旁边，男生内敛地笑着搂着女生的肩，笑得很温柔，像是暖阳一般。